给你检查检查。没人派我来呀。哎呀，没了。哎，什么情况啊？这个人偷偷摸摸跑到棚里面偷拍咱们栏目。偷拍啊？那把手机照片全部删除。删了，他们检查过了，没有了。偷拍是你不对，知道吗？都删除了吧？行了，那删了放人吧。阳光老师，这师哥，哎，这不合适。啊？你也知道，《爱的魔力》是咱们台里王牌节目。您要是一句话就放走了一个来我组里偷拍视频的人，以后被某些人恶意剪辑了，影响到了我节目的宣传，那就不单是对我了，对台里的声誉也会有影响。我说赵丽老师，你是不是有点夸张啊？一个视频能毁你什么节目啊？你是有多见不得人？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只是害怕有些人不怀好意，派人来我的组里录些有的没的。师哥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组容不得一丁点闪失，毕竟全台的收视率都靠我们组撑着呢。师哥，有时间对付我，不如花点功夫，先把节目做好了。头儿，你要干嘛？你冲上去打他一顿好不好？上。阳光老师，照片删了是吧？哎，删了。嗯，下不为例啊。撤了吧。哎。谁让你上我床的呀？啊！你给我下来！下来！我不。胆子大了是吧？下来！你上来。哎，下来！干什么？下来！我不下来，你上来。你不下是吧？嗯。行，那我今天睡上了。哎，哎呦我，哎呦妈呀，这脚也在外边。哎呀，就这个枕头，明天早上起来脖子肯定得落枕。呦！哎呀！行，算你狠。你是什么？行了吧？金玲啊！金玲，开一下门。哎，开门去。哎，来了！啊！来了！哎，妈，你有事儿？妈，有啊！哎呦，你怎么连鞋都没穿呀？赶紧上床，你小心感冒。没事，赶紧上床去，别感冒了，快！哎，上床。哎，没事，妈，你说。哎，那个恒姐啊，我刚才忘了问了，明天早上吃早饭，你想吃什么呀？豆浆油条还是包子稀饭呀？我比你们起得早。我出去遛弯的时候顺手就带回来了。没事，妈。妈，那个我明天早上我出去跑步的时候，我带回来，我买啊。哦，那行，那明天早上咱娘俩一块去锻炼。好呀。行。哎，那你们早点睡，早点睡。妈，早点休息。晚安，晚安。哎，睡吧啊，晚安。抓这么紧干什么呀？不是上床睡觉吗？那睡。干什么呀？下来！怎么了？下来！怎么又要我下来？刚才不是已经在这儿躺着了吗？不是，刚刚你不是你叫我上来吗？刚才不是我妈来了吗？不是，你到底要我上来还是要我下去？那你躺着啊，你别下来。恒姐，开门啊！恒姐，你开一下门呐！哎，来了。嘿，行，算你狠。哎，来了。哎，
贼狠。哎呦，哎呀，恒基，你说我真是这个记性真是不好。哎，怎么了？怎么了？不是，我忘了问了，那个去晨练嘛。对，咱们明儿在几点呢？都行。您平时几点起？要不6点半？行行，那6点半我在楼下等你。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妈啊，您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哦，没什么了。那个早点休息。哦，行行行，哎，你也早点睡啊。好呀，好呀，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啊。好。妈晚安。哎，晚安。哎。睡着了是吧？装。睡沙发就睡沙发，哼，谁还没睡过沙发呀？什么东西？李恒金，我问你，你带回家里的饼干谁做的？公司同事。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公司的同事会做饼干啊？新同事。好，你明天还得去秦河村上工作呢，早点睡吧。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我妈说你去美国。对，美国的浅沟村。我手机。难怪你可以把我的房间恢复的跟原来一模一样。再好的脑子也不如照片提的清楚嘛。哦，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我不是，我特别喜欢拍照，我每天被你困在这里，我除了拍你还能拍谁啊？是吧？你拍我不要紧，
但麻烦你，能不能拍的讲究一点？拍的什么鬼？我很小心构图啊。你那算什么构图？构图不好看吗？怎么想学啊？我可以教你啊。真的啊？我现在就是一个传说中的臭流氓，会性骚扰女性的。你要是不怕和我在一起会被别人说闲话，我可以教你。反正我也没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了。我不怕，什么传说中的臭流氓，我就相信我眼里看到的罗秀。是约好了，让我在这儿等他。哎，是这个车吗？哦，这个啊，哦，哎，谢谢啊。是我啊，杨老师，昨天晚上那人，我专程来谢谢你的。啊，没事，你不用客气。昨天晚上的视频啊，我没有删，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发到自己邮箱里了。啊，你赶紧删了吧，别给其他人看见了。哎，你先看看再说。这一期节目立刻就。哟，聊天呢？聊的什么呀？来嘛，先上我车吧。哎，好嘞。来，谢谢杨光老师，坐吧。您贵姓啊？那免贵姓周，周翔，您叫我小周就行。哈，小周。我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要录这些视频呢？哎呀，我真不是故意的。那天来台里面看他们录节目，我好奇，我想拍一下，回头跟朋友吹个牛。是这样子的，我们台里所有的节目在播出之前，所有现场的视频是拒绝外泄的，这也是我们台里的规定，请你以后不要有下次了。啊，不会了，不会的，以后不敢了。今天赵丽把我叫过来，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然后不会录了。杨光老师，今天我来找您，还有一个事儿。你说。我想说这个赵丽的栏目，嘉宾和观众都是她自己选的。我都听说了，下一期节目的女主是谁？这一期节目力哥就会让她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哟，聊天呢？聊的什么呀？什么都没说。下次还想来吗？这不大对劲儿吧？您是个明白人，这东西我交给您了，怎么处置您决定。这个视频流传出去，确实是影响非常不好。我这儿没有任何备份了，我也不想趟这滩浑水。可是我就想问问啊，这事儿既然不对，是不是有人应该纠正它呀？哎，对了，我也特别好奇啊，我想知道你说你想上《爱的魔力》，这中间有什么缘由吗？不是我啊，我是想让我父亲上。哦，您父亲啊，这我倒没想到，方便说说原因吗？这个东西不太好说啊。杨光老师，您和您父亲关系怎么样？您看啊，您主持这个“好好说话”这个栏目，
我想问问你，现在咱们的老子跟儿子，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能不能像朋友一样好好聊聊？您父亲有事会跟您说吗？我父亲什么也不跟我说，我要跟他说，他就跟我吵吵。我是想吵吵也吵吵不起来。他走了。哎呀，杨老师，对不住啊，对不住，我不知道，您忙吧，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啊。谢谢水。哎，你稍作留步。既然都已经开头了，就接着往下说呗。我很想听。哎呀，恒基就吃那么点儿，也不知道他吃完了没有。哎呀，妈，他40多岁的人了，自己吃没吃饱还不知道，还让您操心。宝宝，嗯。我来。这领打领带可是专业的。当然啦，在你脖子上都练了10几年了。搞得我现在都不会打领带。你搬出去这段时间，谁给你打的领带啊？哎呀，我包掉了！对，我得去拿我的包。对，你上班要迟到了吧？赶紧的啊！搬出去？谁搬出去了？没有人搬出去啊！志玲的意思是说，那个我搬到钱沟村去盯项目这段时间是这么搬出去的啊。我在钱沟村，我也不用打领带，对吧？哎呀，恒基啊，钱沟村也不远，你工作再忙，还是要经常回家。会，你毕竟是有家的人呢。是啊，放心吧，妈。经常回来啊。恒基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忙，你就不要打扰他工作了。钱沟村这个项目对他非常重要。是。我走了，上班去了啊！快点走。好，我不打扰。你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自己的事情能处理好。能啊，你放心吧，跟我走吧。小心，小心。没事，你再多吃点哎，等会儿。阳光最近跟那个小廖律师进展的怎么样？进展的不怎么样啊。昨天我还跟阳光说呢，让小廖律师做他的顾问嘉宾，被他拒绝了。你怎么能这么安排呢？阳光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一个字儿怂，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对，你说的对，我知道他就是怂，所以呢，我不能让他这么怂下去啊，我得给他创造机会啊，不能让他错过了这么一个好姑娘。你还不了解他吗？阳光现在是左右为难，既怕自己真正爱上了廖王，又怕自己错过廖王，他纠结着呢。是啊，所以呢，我们俩得把他推出去，否则就凭他自己，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敞开自己的心扉，去接受一个人。我不想让他自己就这样下去。我们俩是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就像他父母一样。哎，你说我们干脆领养他得了。李恒基，你多大个人了？脑子怎么想的呀？我每次跟谈不了正经事，一谈正经事我就一肚子火。哎，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哎，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在外地上班，这回回来就希望我爸的事儿有个结果，这我回去就踏实了呀。可是这事不能提，一提他就嚷嚷，还骂我。他怎么骂你的？他说：“你老大不小了，你不结婚，你瞎管我什么事儿啊？这两件事没有关系啊，我会找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事。”周先生，不好意思啊，就是你说来说去就是在说，你爸在对你逼婚是吧？什么呀？他在对他爸逼婚。阳光老师说的对，所以
我就找这个《爱的魔力》栏目组，我想问问他们，关于老年人的情感，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不相亲栏目吗？搞一个老年专场，我把我爸叫来，再把马大娘叫来，让我爸跟他表白，让赵丽帮忙。我是这想法。你让你爸去参加《爱的魔力》？是啊，我承认啊，我之前的想法太傻了呀。啊不，周先生，我跟你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因为赵丽的那张脸确实是具有一些欺骗性的。但是不好意思，那个关于你父亲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没太听明白。来，我再跟你捋一下啊。好，他父亲有一套房子在收租，跟人家签订了1年的合同了，现在不到半年，他就强行把那个租户给赶跑了，把那个房子现在非要给那个马大娘住，是吧？对，为了把租户赶出去，赔了2个月的房租。2个月的房租是6000块钱，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销。那是一笔巨款。杨光老师，你们不知道我爸这个人，在家洗碗洗菜的水冲马桶，淘米的水浇花，买颗白菜菜市场转3圈，对比价格。他这么一个人啊。马大娘进入到你家以后，有交过房租吗？不给，让他白住。他是单身吗？单身。我私底下调查过了呀，那老伴死了10多年了。所以你觉得马大娘跟你爸爸的关系不一般？那是太不一般了。我爸爸这么抠的一个人，能为一老太太搭进去6000块钱，那怎么可能是一般关系呢？所以我就问他呀，我说爸，你跟马大娘什么关系啊？他就说是什么关系？没关系。或许真的没关系呢，真的只是好朋友呢。啊，不是，马大娘前沟村人，跟我爸八竿子打不着，怎么能是朋友？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想再找个老伴照顾自己，也很正常。他为什么不跟你说呢？这就是我苦恼的地方呀。我想啊，我想，我爸呢，老古板，他有顾虑。我妈呢，去世2年了，儿子没结婚，说这当父亲的再婚，他不好意思。他就算对马大娘有感情，他不好意思说。明白，所以你就想逼你父亲赶快承认跟马大娘的这段关系。那么等你到外地去工作了以后呢，有一个人在你父亲身边名正言顺地照顾他，你就比较放心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果然是你在对你爸逼婚啊！这怎么能是逼婚呢？他俩是真有感情啊，只是碍于我，怕我受到伤害，所以我想跟他聊。他就掖着藏着不想跟我聊，我马上要回去工作了，我着急啊。这个事情，现在我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你说呀，杨光老师。之前你想让赵丽帮你上《爱的魔力》，但是她拒绝了。那么现在我代表好好说话栏目组，正式邀请您和您的父亲来我们节目，坐下来面对面进行一场深度沟通，你觉得如何？行啊，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是您的铁杆粉丝，我们家人都是您的粉丝。然后，我这辈子没想过能上您的节目，要能上您的节目真的是太好了。我先表个态，我同意了。这样啊，你马上跟这个丁导演去隔壁登记一下资料，之后我们回电话联系你。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不是，头儿，这就是我们下一个案子。哎，小丁导演，走了。哎，那个，来，周先生这边请啊。今年呢，比往年都冷，那就别在外面转了，早点回去吧。回到医院呢，也是躺着，还不如来这里走走好。我想钓鱼了。哎，前面啊，有个渔具店，开了好多年了。
你去帮我买根钓鱼竿吧。现在啊？啊，现在。行。坐。我听说你昨天跟赵丽闹了点小矛盾啊？怎么回事？啊，没有，就是有一个人想参加他的节目，被他拒绝了。那个人呢，就拍下点东西。什么东西啊？关于他录制节目的呗，也没什么。反正就是证实了一些我之前的猜测。那你是不是想用这些东西来对付赵丽啊？他现在那么火，他的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只要他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任何东西都伤害不了他。你心里有数就行。啊，对了，你上午不是见了一个什么纠纷调解的当事人吗？怎么样？说来听听。就是赵丽她不愿意接手的一个委托人，后来我接手了嘛。你为什么要接呀？啊，你的团队给你找了那么多案子，你一个都看不上。那个案子我看过了，根本就不具备什么话题性。赵丽不接也是有她的理由的。难道一定要互相撕才叫话题性啊？老年人再婚以后的赡养问题，中国传统式父子之间的沟通问题，这些都不可以做吗？一定要做啊！你之前逼迫我做的案子我都做了，你就这次让我做回主吧。行，那你得好好做。谢谢。哎，你等等，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我已经让廖望当罗修的代理律师了。啊？廖望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菜鸟律师啊，他那脾气一点就炸，你让他去处理那么棘手的案子？廖望是个菜鸟律师，你别忘了，东湖接到的案子，他可是把你整得特别的狼狈啊。处理这种性骚扰的关系，最可怕的就是面对舆论的脏水。她是个养尊处优的小女孩，她什么都没经历过，到时候脏水溅到她身上，第一个崩溃的就是她。阳光，我记得你挺处变不惊的，这次是怎么了？你是担心廖望解决不了这个案子，还是担心他会被卷入其中呢？我担心她干嘛呀？我担心我妹妹苏晶晶。廖望啊，缺乏情绪控制。如果一旦情绪控制不好的话，他自己第一个被点炸了，导致这个案子的矛盾愈演愈烈。你看着，到时候罗修肯定会发神经，他一发神经，我妹妹就没好日子过。阳光，你在成年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要保护家里的3个女人，你奶奶、你姑姑、你妹妹。你觉得他们需要你保护，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3个女人自己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根本就不需要你的保护了。还有啊，廖律师，他到底能不能做这个案子，关庆年比你更清楚。既然关庆年都同意了，让他去做了，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啊，你是不是也想去保护他呀？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保护他的？他自己就是个炸药，他不炸伤我就不错了。廖望现在是罗修的律师，已经得到了关庆年和方矮的首肯，方矮把所有的律师费都已经付了。要不这样吧，你也跟我们一样来看一看这个廖律师这个小炸药的爆炸威力到底有多大，好不好？哎，随你们便吧。你们不要再逼我回答了，我真的不想再回想起那天的事儿了。好了，请你们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是对受害人的2次伤害。这个是最新的采访。其实你看，记者最关心的还是当天的细节。如果是普通案件的话，咱不提细节也就罢了。但这种案件很特殊，他避而不答，谁也对他没办法。哎，这个女人说谎话一点都不眨眼。上次拍完之后，不知道对修哥多客气呢。是啊，廖律师，咱们都已经发了律师函了，他还瞎说，怎么办啊？
现在舆论啊，都一边倒向蓝雪，觉得她是受害者。如果我们再发什么声的话，肯定又会引发另一番轩然大波。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把这件事情平息掉。怎么平息啊？他天天这么折腾，天天上热搜，尝到甜头了只会变本加厉，怎么收拾啊？这微博也不卖长久居留权，任何的新闻都会有平息的那一天。蓝雪她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而且呢，现在蓝雪已经在这个事件当中尝到甜头了。我觉得她当下要做的是如何从这个案件当中体面的撤出去。你看她憔悴的样子，我觉得她也不好过。那你想让我怎么做？这件事情的起因呢，还是因为你当时对她的态度。那么多工作人员的面儿，你说她整容了，把她给激怒了。蓝雪又是一个公众人物，气急败坏做了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咱们这边的团队去跟着他的团队沟通一下，这样更好的解决。你们明知道蓝雪利用我炒作，你们还要我跟他沟通？他配吗？你让我相信法律可以，但是法律要是相信他那番鬼话，我就算把牢底坐穿了，我也不会和他多说一句话。我觉得你先平复一下你的情绪，我呢来跟你分析分析这个案件。还分析什么呀？崔文晶，你请来的律师，就是让我跟这种人低头的是吗？那我是不是还得下跪求他呀？要是这样，我要这律师干嘛？我要你干嘛？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消失了。你这个老板好酷啊！头儿，一会儿啊，你可千万别轻易现身啊！就这公园这些老头老太太，说不定都是你的观众、你的粉丝。你这要是出现了，这公园还不得炸了锅了？那你自己来不就好了吗？把我拖过来干嘛？这不是领导发话了吗？他说这个案子是你亲自选的，那你必须得亲力亲为，不得消极怠工。大爷，大爷，哎，不好意思啊，打听个人啊。小伙子，我看你是感冒了吧？我们可都是老年人，免疫力低，别传给我们了啊！赶紧走了。大爷，那个我没感冒，身体好着呢，你不用担心啊。我是想跟你打听个人，周登良大爷。什么良？周登良大爷。哟，他是来找老周的吧？你说的是老周啊？啊。啊，看，跟那帮妇女们跳舞的那个，穿牛仔衣的那个。啊。哎，大爷，我再问一下，这周大爷是天天都来吗？他天天来，比上班还准时呢。哎，那再问一下，这些大娘当中有没有一位马大娘啊？哎呦，姑娘，这帮子人里边啊，姓李的、姓张的、姓杨的都有，就是没有姓马的。谢谢啊，谢谢啊，大爷。看来，这周大爷跟马大娘也没啥事儿。估计，周大爷就是看马大娘困难，想帮帮她，让小周给误会了。但是两边说开了，也就没啥了。头儿，这案子真没啥可挖的，是吧？周叔，周叔，别跳了，来，您过来一下。周叔，我给您买点水果，过来看看您。
说过多少次了，别花钱，别花钱买东西，怎么又买东西了？给你妈提了过去吧。这不应该的吗？哎，周叔，你怎么又自己出来了，把我妈丢家里了？嗨，我不是每天定点儿到公园锻炼身体吗？啊，你妈呀，前阵闹腾，那只能待在家里了。周叔啊，你也知道，我妈呀，她不好意思跟您说，可总是拖着这事儿也不是个小事儿。您把我妈接出来的时候，可是给了我承诺的，说马上就能结婚，这都几个月了，您到底什么时候跟我妈办事儿？小马啊，这个我们老年人和你们年轻人比不了，再婚这件事儿啊，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您还慎重呢？啊，您都跟我妈住一块儿了，这街坊四邻都看着呢。我妈她现在身体不好，您说您要是跟我妈结了婚，我这心里不也踏实吗？这样，您要是跟我妈结了婚，我把您当亲爷爷供着。哎，差辈儿了，当亲爹供着。这爹不爹的再说吧，你也别在这贫了，赶紧忙工作去吧。啊，叔，哎呀，不要啊。那您抓点紧啊，抓紧，走吧。哎，您抓紧，哎，抓紧。喂，啊，没事儿，放心吧，有我呢。啊，哎，老周，你过来一下，大家等你发言呢。哎，来了。什么情况啊？这案子有点意思啊。你怎么看？我觉得这周大爷背后一定有事儿。他什么事儿呢？他一边瞒着这个小马，然后连自己亲生儿子他也不说实话。我得好好查查。不过你给我记住啊，一定要密查，啊，不能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否则你什么都查不到。一定。我对你很有信心。真的？我先撤了。就走了。给他点时间吧，我先走了。你怎么来了？不放心你们啊，过来看看，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不太好。罗秋他发火了。他把志玲姐请的律师都赶出来了，还凶了他呢。意料之内。你这样啊，马上回去，好好安抚安抚罗秀。你懂的啊，顺着他说就好了。我跟廖律师聊聊，你先回去。拜拜，拜拜。廖律师啊，哎，廖律师，跟你聊聊呗。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不是，你怎么一看到我就这个态度啊？我记得我们之间好像停战了。我有说过跟你停战吗？谁要跟你战啊？我就算战的话，也找个值得的人吧。哎，不是，刚才应该是罗修骂了你吧？以你小炸药的脾气，你应该炸他呀，你跑过来炸我，什么意思啊？罗修是我的委托人，如果我什么事儿做的他不满意，他骂我，我应该接受。哦，那合着就我倒霉呗，我活该被骂呗。你今天来找我是跟我吵架的吗？啊，是聊正事啊。罗修的案子，你在递律师函之前有没有找蓝雪聊一聊？你是在教给我怎样做一个律师吗？我是想告诉你，蓝雪是圈里人，以她的做事方式，现在为了巩固事实，一定会发动更大的舆论压力。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也没什么经验，你如果在这种压力里承受不了，你最好就不劳您费心了。我接这个案子是被你的总监赶鸭子上架，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好 ，OK， 你找一个更好的律师来。
么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你是我见过最棒的摄影师，你的未来……说重点。陪我去出现的。谢谢你。